你的灵魂迷路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梓潼，欢迎来到灵魂通气中。你有想过吗？这世界上唯一能够创造你生命的人，也可能是最早摧毁你的人——母亲。她是我们宇宙的起源，是第一道光，也是第一道影子。可如果这个创造你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对你满怀破坏，那么你的人生是不是早就在一场静悄悄的毁灭中展开？上一集我谈到婚姻如何逼疯一个女人，而我就来自这个可怜被逼疯的女性，作为母亲。我被生出来，也被这个可怜的女人否定、忽略、勒索。我从不敢说我恨她，因为社会不允许我们恨母亲。但今天我要把这一集献给所有不敢说出口的孩子，所有从宇宙崩塌中捡回碎片，一片一片重建自己的灵魂之人。创造我的是他，摧毁我的也是他，可拯救我的终究只能是我自己。电影《Mother》改编自秋田少年金清案。在电影里，母亲把孩子当成情绪容器与人生提款机。她对他说：“你是我最亲的人。”但他其实要的是服从与陪葬。他用眼泪操控，用冷漠宠霸，用爱名义杀人。这部片让人窒息，因为它不是鬼，不是怪物，而是我们社会里太常见的无能为力的母亲，却要求孩子无条件亏生。我想起我妈，她有时在哭，有时在笑。她搂着我说：“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”但我知道，那不是爱，那是枷锁。无人知晓，沉默比围打更冷。电影《无人知晓》里的母亲没有吼骂，也没有暴力，她只是消失。她生了4个孩子，没有让他们报户口，然后留下一句：“我很快回来”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孩子们像不存在的幽灵，被遗弃在东京一间公寓中，无水、无电，无人知晓。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，我相信很多这样的孩子一定会有个疑问：要忽视我，为什么还要生下我？后来我学会，当一个人可以忽视你，你就会自动把自己也关掉。我变得懂事、沉默，不麻烦别人，但那不是成熟，是一种我不会再去贬低自己，去讨好别人。我会不会成为他？一个母亲的角色很重要，她不是只是养育孩子的人，她是整个家庭能量的核心，是孩子世界里最早的规则、情绪语言和爱的定义。如果这个角色失灵，孩子的整个宇宙就会塌陷。我曾无数次问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为母亲，我会不会也崩财？我会不会像她一样，在情绪崩解时拿我当出气筒？我会不会一样，在孩子面前情绪行为失控，却要求他接住我？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我妈的名牌包，她带我出门，是因为我够优秀，够体面，够让她有面子。
但回到家，他就把我放在角落的架子上。他没有擦拭我，也没有抚摸我，他只是不再看我一眼。我以为只要够完美，他就会永远需要我，但我忘了，包包是配件，不是人，而我是一个活生生会渴望爱的小孩。我以为只要够完美，他就会永远需要我，但我忘了，包包是配件，不是人。和解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曾恨他，也曾想把自己变成一堵墙，挡住所有感觉，但我选择做潜意识疗愈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它的破碎变成我的枷锁。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，妈，我真的很痛，你没有准备好当母亲，而我却成了你的孩子。我曾经相信爱是有条件的，我以为要够乖、够聪明、够懂事才配被爱。我也开始相信所有的爱都必须交换，必须表现，必须证明。但现在我回头看，才发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不是因为我错了，而是因为太多人也相信这是真的。他们也来自这样的家庭环境，也从未看过爱的本来样子，所以我后来逃家了。我一点也不后悔。然后我很幸运，我有一个很棒的弟弟。他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他就只是留下，允许我离开，允许我不笑。他的行动像是在说，你就去吧，这个家由我照顾。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，有一个这样的弟弟。虽然一个人在这世上生活并不容易，但是我拥有了自由，情感上的自由。给无人知晓的你，如果你也出生在风暴里，如果你也曾在妈妈怀里感受到不是温暖，而是恐惧，请相信我，你没有错，你是被生出来的，却没被好好接住的灵魂，但你可以慢慢学会接住自己。创造你的人也许伤了你，但重建你的人就是你。我是梓潼，我们下次见。